同学们好，我们已经学过了实际运放，并且根据实际运放的传输特性建立了它的电路模型。在这个电路模型当中，有输入电阻、输出电阻，还有一个压控电压源，用来表示输出电压与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电压差的这样一个放大关系。由于实际运放的输入电阻非常大，而输出电阻呢非常小，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个电路模型做一个简化。如果认为它的输入电阻趋于无穷大，输出电阻趋于0，那么电路模型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那么在这儿，上节课我们最后的时候提到了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外电路的电阻应该取什么样的值比较合适？实际上，从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数量级，大家应该能够找到答案。我们说，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一般是在兆欧这样一个数量级，而输出电阻呢是在欧这样一个数量级。现在要把兆欧级的输入电阻看成无穷大，而把欧这个数量级的电阻呢看成0，那显然外电路中的电阻必须是1000欧这样一个数量级。如果说外电路中的电阻也大到兆欧这样一个数量级，那我们没有理由说外电路的电阻仍然在带入计算，而把这个输入电阻看成开路。那它不能够小到欧这样一个数量级，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没有理由说把欧这样一个数量级的外电路的电阻再进行计算，而把输出电阻看成是0。这一点希望大家在用运放搭建实际电路的时候要加以注意。在这个电路模型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进一步简化，认为开环增益是趋于无穷大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理想运放。大家要注意，实际运放的电路符号和理想运放的电路符号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地方给的是开环放大倍数，而这个地方给的是一个无穷大。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实际运放经过这样一些简化和近似以后得到的理想运放会有哪些特性。我们仍然是重点关注理想运放工作在线性区间的情况。在线性区间，由于它的开环放大倍数无穷大，而它的输出呢又一定是一个有限值，因此 UD 等于0，也就是 U 正等于 U 负。换句话说，现在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就像短路一样，我们称之为虚短。第二点，由于理想运放的输入电阻无穷大，而输出电阻趋于0，因此现在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上流过的电流就应该等于0。换句话说，从同向输入端或者反向输入端看过去，运放就应该好像开路一样，我们称之为虚断。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理想运放的传输特性。这是实际运放的一条近似的传输特性。而对于理想运放，由于它工作在线性区间的时候，开环放大倍数无穷大，因此它的传输特性就应该是红色的这样一条折线。当 UD 大于0的时候是正饱和，当 UD 小于0的时候是负饱和，而当 UD 等于0的时候才能够保证理想运放工作在线性区间。UD 等于0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条性质，虚短。有了理想运放的虚短、虚断这样两条性质，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析含有理想运放的负反馈电路。那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虚短和虚断这样两条性质必须是针对工作在负反馈情况下的理想运放才是成立的。